他是冷酷的筑城者，也是毁灭的工程师。他以逻辑规划战争，将世界化为齿轮与灰烬。荣耀未曾给予他安慰，唯有钢铁与血火能证明存在。他就是佩图拉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包裹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30K 第4军团钢铁勇士基因原体佩图拉伯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踏入佩图拉伯的钢铁领域吧。佩图拉伯是战锤 30K 第4军团钢铁勇士的基因原体，一位冷酷、精密、擅长攻城战的战术天才，却常年被指派最艰困、最乏人问津的任务，心中积压着对帝皇与兄弟们的怨恨。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7军团帝国之权的原体罗格多恩。多恩是帝皇最信任的筑城者，两人皆为建筑与战略大师，却理念相左。这段兄弟间的敌意最终在荷鲁斯叛乱中爆发。佩图拉伯加入叛军，亲率钢铁勇士攻打泰拉，与多恩展开史诗级的攻防战。最终他们在塞巴斯特4号星上的永恒要塞中对决。这场血腥的战争持续了数周，钢铁勇士几乎屠戮了所有帝国之权的军队。佩图拉伯献祭了死去的帝国之权战士的基因种子，向邪神献祭，从而生魔。这就是佩图拉伯与罗格多恩，一个是最锋利的反叛之锤，一个是帝国最强之盾。上一期的影片也有介绍到罗格多恩，有兴趣的锤友记得点击右上角资讯栏连结去观看哦。打开盒子后，除了佩图拉伯本体之外，还能看到一把风暴锤破炉者，以及4支可替换的手型。佩图拉伯头雕的肤色与略带灰白的冷色调呈现，脸庞神情冷峻，眉头紧锁，精准捕捉他冷静到几乎冰冷的气质。眼眶周围刻意加深的阴影，更凸显他长期心力交瘁、近乎厌世的视线。头部金属管线与机械结构可以直接接受大量的战争资讯，输入于他的脑海，也可以使他操控钢铁勇士的原体卫队铁环机兵。先小小的预告一下，前一阵子 Joy Toy 也开放预购铁环机兵，到时到货我一定也会拍影片，兄弟们再记得准时观看哦。回到佩图拉伯，这些管线自太阳穴、后脑等处钻入，几乎占满整个头部周围空间，也因此限制了头雕的可动范围，只能进行些微的上下或左右转动。在头雕旁的护甲上，金色符文浮雕格外引人注目。头部上2颗红色镜片状的目视仪可进行小幅度的上下摆动，但是要小心不要拉断了。佩图拉伯身披一套名为理性法则的铁骑型终结者装甲，这套战甲经过他亲手高度改装，成为同时代最先进的动力甲之一。主体盔甲以银灰色冷硬磨砂质感呈现，护颈位置覆盖着大面积金属格栅护板，为它提供几乎无懈可击的防护。动力管线蜿蜒向后，最终汇入背部庞大的动力背包，象征着这副战甲源源不绝的能量核心。动力背包由数块厚重的金属板片层层堆叠而成，每一块板件皆刻画有螺栓、接缝与分段线，多条黑色与金属色的粗导管自背包延伸，蜿蜒连接至肩胛、腰侧与背部，最终衔接到腕部的弹链给弹机构或动力节点。整体造型散发出强烈的工业风格。背包下方垂挂着的弹链以暗金铜色为主调，单颗链结之间以深色阴影强调段落感，能在动态中展现逼真的摆动效果。弹链自背包下方一路延伸，直达佩图拉伯手臂上的爆弹枪阵列。这种夸张而庞大的弹链设计，不仅象征着强大的给弹系统，更进一步将原体的冷峻与工业化美学推向极致。钢铁勇士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，便是装甲上独特的黑黄警示条纹。肩甲由多片厚重板堆叠而成，在肩甲下方垂挂着金属流苏装饰，流苏下衬以深红布料，
为整体造型增添鲜明的视觉层次。左右肩甲虽然对称，但右肩甲上独特镶嵌的钢铁勇士战徽，象征着佩图拉伯他对军团在战场上追求完美表现的执着。佩图拉伯的手甲以分段式厚板构成，手背装载的大型护盖，指关节由分节金属护甲紧密包覆。此次肩甲除了采用关节球设计外，更额外增加横移作动关节，大幅提升了肩部的可动性。再搭配手臂的蝴蝶关节，让佩图拉伯能够将厚重的双背横举。尽管因弹链的限制无法进行完整的360度转动，但手肘与手腕的独立作动弥补了不足。佩图拉伯的手部装甲并非单纯的护手，而是将防护与武器火力合而为一。厚实的手甲板宛如机械化的护盾，而手背与前背更整合的爆弹枪阵列，搭配自背包延伸而来的弹链，这样的设计让佩图拉伯既有近战的压制力，也能够释放远程的高冲击火力。在佩图拉伯的手中握着那柄名为破炉者的战锤，从锤头至锤柄，涂装层次分明而扎实，深铁灰色的金属磨耗痕迹与工业铆钉构筑出一种厚重的质感。这柄武器不仅是佩图拉伯力量的象征，更是他作为工程之父的身份写照。腰间分布着多条电缆与机械零件，这些结构在提供细节感的同时，也限制了腰部的可动范围。左右旋转幅度虽然不大，但上下摆动依然适中，足以展现出战斗姿态的张力。腰部垂坠的金属流苏与底层深红布料相互呼应，再搭配周围纵横交错的管线，仿佛钢铁结构自然延伸出的部件。这样的设计不仅增添了视觉层次，更呼应了全身的机械美学，让佩图拉伯的形象更显厚重。腿部的设计延续了上半身的风格，以冷铜色金属为主体，黑黄警戒条辅以暗金饰边，多片分层板甲拼接而成的结构，展现出工业化的坚固质感。腿部的可动性表现优异，支援内外侧转动，前后可劈腿。虽然左右开合幅度有限，但膝甲具备高度弯曲，还有可上下摆动的小巧思。一旁类似气阀闸的装置也可转动，脚掌则支援四方贴地，使角色更能够轻松摆拍出各种站姿与蹲姿，动态张力十足。整体造型气势压迫，金属质感鲜明，既彰显原体的威严，也流露出钢铁勇士独有的沉重与杀意。以上就是 Joy Toy 出品的战锤 30K 第4军团钢铁勇士的基因原体佩图拉伯的分享啦。希望各位战锤公民喜欢今天的影片。这里有钢铁勇士的粉丝吗？快在留言区展示一下佩图拉伯子嗣的勇猛吧，前提是没有被抽到11抽杀。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，仔细观察佩图拉伯全身的装甲造型，便能够清楚感受到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。几乎整副装甲皆以严谨的对称设计呈现，线条与结构完美契合，没有任何一处是多余或闲置的细节。每一块板件、每一道管线都被赋予功能与意义，展现出他对完美的执着。这份精密与严苛的工艺精神，真的是令人由衷的佩服。而如果你最喜欢的是佩图拉伯，那绝对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频道，并分享给同样热爱战锤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战锤的英雄。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更多内容分享。那我们下次战锤宇宙见，大家拜拜。